从买票到超级任天堂世界的隐藏关卡，这一集我们就来玩个透彻。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y。大阪环球影城门票有星光票、1日票、1.5日票及2日票共4种。星光票及1.5日票的第一天入场时间为下午3点后，而票价分为 A、B、C、D、E 5个等级，从最便宜的 A 到最贵的 E 来以价质量，分散入园人潮。而且买了一个等级的门票，就可以在有该等级的入园日里随便挑一天入场。大阪环球影城每天的人潮就是满，所以为了让游客节省排队时间，开放选购每日限量的快速通关券，购买时要选使用日期，而且只能在那天和预定的时间使用，不能换哦。至于快速通关的种类是多到爆，而且3不5时就会换，所以最好的选择方式就是先看好想玩的设施，再买有包含那个设施的快速通关券就好。现在超人气的超级任天堂世界有人流管制，想进去需要当天抽整理券，而且只能在抽到的时间入场。要是担心自己当天现场抽不到，也可以购买有保证入园的快速通关。至于要如何购票，繁体中文的官网上直接明写着要跟他合作的旅游业者购买。星光票目前只有在日文版的官网上买得到，应该是只有卖给日本当地的人。我们是在 KKday 上购买门票加最新开幕的 Donkey Kong Special 快速通关套票。这个 Donkey Kong Special 除了有超级任天堂世界的保证入园外，还有东崎刚的疯狂矿车快速通关一次和2200元日币的任天堂世界商品折价券。以现在东崎刚的疯狂矿车动不动就排100分钟以上来说，算是非常划算。只可惜 Donkey Kong Special 只卖到2024年的12月底，要是来得及买的话，我非常推荐。买好票后可以先下载日本环球影城的 APP， 打开后点选右下方的 My Universal， 下一页点选入场券登录，再按下登录入场券，选择用相机扫描 QR Code， 成功登录后再输入使用者名称就可以了。入园后要抽整理券，打开 APP 的 My Universal， 点选区域入场号码券或抽签券，滑到下方点选取得电子号码券，再选这个日文按钮，把要抽入场券的人都打勾，之后就会显示目前可以获得整理券的时间。用 APP 也能查看每个游乐设施目前要排多久，还可以在园区里定位，方便你用地图找路。官网上的入园时间仅供参考，实际上可以入园的时间早很多。我们当天表定8点半开放入场，我们8点就已经在里面了，而且有些设施已经要排到90分钟以上，所以如果不想买快速通关，可以7点半就来门口等着入园。除了一早就来，我还观察到有另外2批人潮的入场时间，除了前面说的星光票和1.5日券的下午3点，还有一批是下午2点的日本学生。像好莱坞梦想之旅这种刺激的设施会突然爆满，所以建议想玩这类设施的话，要下午2点前进去排队。大阪环球影城里有分成常态式及活动式的游乐设施。常态式的就像哈利波特竞技之旅、小小兵疯狂乘车游这些，只要没坏掉就一定有的玩。活动式的会不定期更换主题，例如现在的鬼灭之刃 XR 乘车游，在刀匠村奔驰吧，这是个带着 VR 眼镜做云霄飞车的概念。活动期间只到2025年1月5日，接下来会换成名侦探柯南 The World， 预计在2025年1月30日到6月30日期间开放游玩。这类的活动有个特色，就是会伴随着活动设计主题餐厅，例如这次的鬼灭之刃就有刀断志之礼、火南亭日式料理。不但餐厅的内装和服务生的制服都精心设计，餐点和饮料都使用了鬼灭之刃的配色，点饮料还送住的杯垫哦。这类的主题餐厅通常是采预约制，现场扫 QR Code， 选择用赖预约就行了。我要特别介绍，只有在大阪环球影城才有，而且非常受到年轻人欢迎的好莱坞梦想之旅云霄飞车。这个云霄飞车的特色是它有往前走和倒着走2种模式，这2种模式使用的是同一个轨道，通常往后走的队伍会等比较久，这是因为每2到3班往前走的列车走完，才会轮到一班往后走的列车。列车里提供5首音乐可以选，边听音乐边玩云霄飞车的感觉超嗨，爱玩的人绝对不能错过。
大阪环球影城才有的 Snoopy 和 Hello Kitty 专区是适合小孩游玩的地方，但是 Hello Kitty 的商品太少，不太好逛。大人小孩都爱的哈利波特入口处的格局神复制美国奥兰多的环球影城，里面的2个游乐设施也非常好玩，我大推。最关键的超级任天堂世界入口处在水世界及侏罗纪公园的旁边，这里会有工作人员检查你的整理券或快速通关券。玩超级任天堂世界有2个重点，一个是玩它的游乐设施，另一个是玩它的小游戏。先介绍游乐设施，已经开了一阵子的马里欧赛车是越晚来排队的时间越短，所以如果没有买马里欧赛车的快速通关，晚上7点后再来有机会30分钟就排到了。还有比较适合小朋友的耀西冒险，排队时间大概落在50分钟左右。而新开的东奇冈国度要从楼梯走下到 B1， 再从右边的拱门进去就到了。东奇冈的疯狂矿车是这里目前最热门的游乐设施，车子都是一台一台坐满才出发，算是动得很快。要排这么久主要是人太多，想在超级任天堂世界里玩小游戏玩到尽兴，那就一定要买能量手环，不然很多地方进不去，而且手环只有在超级任天堂世界里才买得到。手环的样式除了好看以外，它也决定了你的队伍。买到能量手环后，打开日本环球影城 APP， 点选超级任天堂世界，选择扫描手环，把手环后方的 QR code 扫进去，就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账号。一个 APP 最多可以加到10个手环。接下来可以透过 APP 里面的地图找到可以获得金币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问号砖下方可以拿到金币，在东奇冈国度的英文字母和一般砖块下方也有，还有一些很明显的小游戏也能集点。这款在东奇冈国度的打鼓游戏，按照上面的灯号指示打击左边或右边的鼓，只要3组人马都过关，犀牛就会冒出头来，也能获得印章哦。另外，在超级任天堂世界里找有钥匙的关卡，通过关卡就能得到一把钥匙。例如这个水管的关卡，要在乌龟壳进入水管前顶一下 POW 这个砖块，把乌龟壳送到水管上方就算过关。过关后再感应一下就能得到钥匙了。集满3把钥匙可以去挑战秘密关卡，里面有更多获得金币的机会哦。超级任天堂世界的餐厅里有造型可爱的食物，想进去用餐需要到现场用 QR code 预约。我们入场时餐厅预约已经满了，所以才念。除了超级任天堂世界里专卖的商品外，一入园2侧的纪念品店就已经很好逛了。比较特别的是活动性质的鬼灭之刃专卖店和名侦探柯南的4D 戏院旁。柯南专卖店里所贩卖的商品只有在这里才买得到，消费满5000日币一样可以退税，退税地点是统一到入口旁的游客中心办理。爆米花桶虽然不能退税，但在环球影城也是人气商品，尤其是这个5000日币的星星爆米花。我们下一站见，拜拜。